此时德雷斯罗萨的城中一片混乱，到处都有被明哥操控乱打乱杀的群众，还有受惊的动物。海军们忙成一片，根本顾不过来。中将当即下令集中人手去平息城镇的混乱，至于明哥手下的那些海贼统统不要管，这样或许还能为挽救这个国家出一份力。海军大将藤虎和萨博的顶级对决终于结束了。末了，藤虎对萨博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与多弗朗明哥同为一丘之貉，海军是做不了德雷斯罗萨的英雄的。萨博一脸茫然，这话要是传出去可不成笑话。藤虎微微一笑，老夫可是一直被你阻挡在这里。萨博目送藤虎离开，愣在原地，不知该作何表情。这个海军可与以往见到的海军不太一样啊。乌索普这边已经被国民们五花大绑起来，他恳求国民将他放了，但是国民根本不理他。这时有一群海盗通过网绳攀爬上来，与上级有理智的国民不同，这群海盗可是纯纯的为了利益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悬赏金5亿的乌索普大神，为首的海贼直接一斧头飞过来，差一点把乌索普砍死。只要把这个乌索普干掉，任何海贼团都可以扬名立万了。海贼们一拥而上，国民们上前阻拦，却被海贼们连打带砍，纷纷打倒。利库王怒了，没人可以在老子的眼皮底下伤害我的国民。他奋起挣脱了绳索，将海贼们打倒。利库王的行为彻底折服了国民，有人割开了乌索普的绳索，一边哭一边道歉。多弗朗明哥是扰乱这个国家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每个国民的仇人。然而他们居然认贼作父，一直拥护多弗朗明哥10年之久。如今在这个所谓的游戏中，他们想到只有自己，甚至还想将利库王和这个国家的英雄乌索普抓起来交给多弗朗明哥，只为求得自保。人到底可以自私到什么程度？国民们纷纷下跪，请求利库王带领他们反抗多弗朗明哥。利库王沉默了一番，然后缓缓告诉国民，先等一等，这个国家还有英雄为他们而战。乌索普一扭头发出尖叫，因为在国民的身后坐着一个身穿正义长袍的伟岸身影，海军大将藤虎。藤虎缓缓转过身，将手中的骰子压在地上。利库王，在这赌桌上，老夫和你一样全压草帽。路飞和罗打出一击换位配合，狠狠地给了明哥一记武装死拳头。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对明哥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明哥召唤出分身与路飞缠斗一起，路飞摆脱分身，直接冲向明哥，狠狠给了明哥几拳头。明哥一边操控分身，一边和路飞拳脚相加。路飞一个人单挑2个明哥，依然不落下风。罗将托雷波尔拦腰斩断，托雷波尔利用果实能力想要复原，却发现根本没用。这高频手术刀与普通的斩击不一样，中招之后在几分钟之内都是无法复原的。罗使用入目，接着操起鬼哭，瞄准托雷波尔冲过去，来了一招注射攻击。这一招如果打在托雷波尔脑袋上，能让他瞬间爆飞。明哥从侧面飞起一脚，将罗踢开，救下托雷波尔一命。托雷波尔用鼻涕将罗缠住，罗跳起身来，拿刀继续砍击。明哥使用线攻击将罗击倒。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罗，就是被人小看。路飞飞奔过来支援，却被明哥操控贝拉米用双刀直接砍在路飞的身上。明哥走到罗面前，高昂地说道：你以为凭你们就能打败我了？像你们这种小鬼，哪怕有一瞬间产生了打败我的错觉，对我来说都是耻辱。老子可是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天龙人。多弗朗明哥此言一出，注定要被路飞打倒了，因为路飞最恨的就是天龙人。提起天龙人，明哥就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原本他们唐吉诃德家族跟随其他国王一样，移居到了圣地马里乔亚，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明哥的父亲大明哥却在某一天突然抽风一样，主动放弃了权利，带着他们一家4口来到了普通人类中间生活。从此明哥的噩梦就开始了。如果唐吉诃德一族待在马里乔亚，明哥大不了会像其他天龙人一样，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锦衣玉食，像个痴呆一样享受一切，倒也造不成什么大灾大难。正因为明哥父亲大明哥一个抽风的决定，从此这个世界多了2个不幸的小孩，多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多了一个走私武器搅乱世界的黑道中间人。天龙人和人类的仇恨是不可化解的。33年前，明哥的父亲突然向天龙人提出申请，带领自己的家人退出天龙人，离开马里乔亚，体验普通人类的生活。在偶然的一个时间，明哥的父亲大明哥暴露了自己一家4口是天龙人这个事情，结果引来众怒，群众连夜包围了明哥家的别墅，并且把明哥一家4口吊起来。这些群众对天龙人恨之入骨，因为天龙人对他们做过太多过分的事情。明哥的父亲大明哥害怕了，向马里乔亚请求恢复他们的身份，结果当然是被无情拒绝。最终，明哥的母亲因为饥饿和疾病不幸去世，明哥和弟弟克拉松也受尽折磨和痛苦。盛怒之下，明哥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正因如此，明哥极其憎恨自己的父亲，甚至亲手杀了父亲，带着父亲的脑袋回到玛丽乔亚，渴望再次回归天龙人的身份。然而玛丽乔亚的天龙人并不接受叛徒，明哥无法摆脱悲惨的现状。自此之后，明哥的心理逐渐扭曲，他发誓一定把天龙人主宰的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彻底破坏掉。但是让罗在意的另一件事，明哥既然已经不是天龙人了，为什么还要调动世界政府直属机构 CP0 的权利？明哥嘿嘿一笑，因为我掌握着可以让天龙人恐怖的东西，一个关于玛丽乔亚内部国宝的情报。那些想要将明哥赶尽杀绝的天龙人，因为这个情报不敢动明哥一下，甚至能够同意与明哥合作。这是明哥掌握在手中最凶猛的一张王牌。而且在几十年前，明哥如果能掌握罗的手术果实，加上手中这个王牌，他将轻松夺取世界政府的控制权，掌握这个世界的实权。罗的手术果实可是价值50亿贝利的超级宝藏。据说，如果手术果实拥有者具备足够的才学，就可以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也就是手术果实的最高境界，能给他人带来永生的不老手术。因此，手术果实又被称为究极恶魔果实。不过，一旦施展给别人长生的手术，手术果实拥有者就会因此丧命。所以我根本没想让你吃下这个果实。明哥突然暴怒，起身攻击罗，罗提起鬼哭还击，二人激烈的缠斗一番。明哥一边对罗下死手，一边大骂罗是个忘恩负义的混蛋小鬼。罗的家乡在一个名为白色城镇的地方，那里盛产一种名为铂铅的矿物质，带有毒素，一经开采后毒素就会扩散。世界政府和贵族们明知道这个东西有毒，但为了利益还是瞒着当地的居民进行开采和销售，结果很多国民中招。年仅10岁的罗也是中招者之一，得了一种怪病，外界以为这是一种传染病，将整个白色城镇全部封锁。罗的父母被士兵们杀死，妹妹也死于怪病，城镇被士兵们烧成一片火海，而他自己也只剩下3年的寿命。罗彻底绝望，开始憎恨这个世界。后来，罗投奔到唐吉诃德家族，明哥将罗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让手下的干部们教授罗各种技能。那时候，罗在唐吉诃德家族中最为憎恨的一个人，那就是多弗朗明哥的亲弟弟，从来不说话的克拉松。克拉松是一个奇怪的人，注意力经常不集中，看上去好像一个弱智，但是这个人实力非常强悍，而且极为讨厌小鬼，总是虐待罗，所以罗对他十分仇恨，发誓一定要杀了克拉松。终于有一天，罗逮到一个机会，一刀捅了克拉松。然而在明哥海贼团冒犯干部是重罪，罗暗算克拉松的事情，就算不会被处死，也不会好过的。结果几天之后，罗被明哥传唤，非但没有处罚他，还正式将他纳入家族当中。罗懵了，难道克拉松没有向明哥告密？不过即便如此，罗也没什么希望，他的生命只剩3年，就算加入唐吉诃德家族又能怎么样呢？明哥告诉罗，那就看你运气了。唐吉诃德家族主要从事各种黑市交易，其中倒卖恶魔果实是常有的事情。如果这3年中罗的运气好，遇到了那个可以救他一命的恶魔果实，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续命了。罗要是真有这样的运气，10年后明哥就会将罗培养成家族的最高干部。转眼间，罗和唐吉诃德家族已经在一起生活了2年，他的怪病越来越严重。在一次偶然时间里，克拉松得知罗的真实姓名特拉法尔加·蒂瓦特尔罗，原来这小子也是传说中的地质一族。克拉松将罗带到隐秘处，向罗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克拉松会说话，他是吃了寂静果实的寂静人，是海军安插在明哥身边的眼线。虽然克拉松和明哥是亲兄弟，但是两人的本性却截然不同。克拉松生来冒冒失失，和父母一样生性温和善良，而明哥从小的本性就是残暴凶恶，如同恶魔一般。传闻地质一族是天龙人的天敌，命中注定会搅乱这个世界。克拉松知道罗并非池中物，如果继续待在明哥身边，未来肯定性命不保，于是想让罗赶紧逃离唐吉诃德家族。年幼的罗对克拉松的一番劝告并不理解，扬言要向多弗朗明哥告密。克拉松十分恐惧，如果自己的秘密被多弗朗明哥知道，那肯定是个死。没想到罗只是吓唬他，并没有和明哥说什么。克拉松知道罗的内心还是善良的，正因为此份善良，加之地质一族的身份，克拉松决定暂时离开唐吉诃德家族，暂停海军的任务，带着罗去治病。但是看病的道路并不平坦，罗的这种怪病在很多地方还被认为是传染病。不管克拉松和罗到哪里，人们都像对待怪物一样看待他们，驱逐他们，甚至对他们武力相向。盛怒之下的克拉松甚至想直接屠杀掉一个城镇的人。罗歇斯底里的将克拉松拦了下来。与克拉松朝夕相处的过程，罗逐渐变得不那么仇恨、暴力、残忍，慢慢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罗的病医不好了，克拉松比罗更悲伤。夜深人静的时候，克拉松偷偷的为罗流泪。
明明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鬼，居然能说出我活不了多久了这样让人揪心的话。克拉松每次想到这些就泣不成声，为自己无法找到医治罗的办法而难过。克拉松与罗离开唐吉诃德家族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某天早上，克拉松接到了明哥的电话，明哥告诉他，他们掌握了手术果实的情报，一群不知道手术果实价值的海贼拿到了这种果实，以50亿贝利的价格与世界政府达成了交易，而交易时间就是3天后的某个小岛。手术果实可是100年一遇的究极恶魔果实，据说可以治愈一切疑难杂症，吃了它就可以为罗治病了。明哥想让自己最信任的克拉松吃下这个果实，希望克拉松能够带着罗返回海贼团。克拉松很高兴，抱着罗一顿庆祝。一旦拿到手术果实，罗的绝症就有救了。然而在明哥这边早就怀疑克拉松是海军派来的卧底，之前无论他们家族藏在什么地方，以鹤为首的海军总能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而克拉松消失的这半年，海军就再也没有找上门来。难道这是巧合吗？明哥阴险一笑，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是卧底呀。克拉松告诉罗，只要得到手术果实就可以治疗他这种病，然而手术果实必须融合精湛的艺术才能发挥作用。罗的父亲是医生，从小罗就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医术，所以由罗吃这种果实最合适不过。罗很好奇，明哥明明说过让克拉松来吃掉手术果实的。克拉松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明哥早就怀疑我是叛徒了，他不知道我是能力者，所以才让我吃下果实，而且他让我吃下手术果实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希望通过牺牲我的性命换取他永生不死。所以这一次回归唐吉诃德家族，结局只有一个，死。好在手术果实现在不在明哥手上，克拉松当即决定一定要赶在明哥之前拿到手术果实，然后由罗吃下去。等罗病好之后，两个人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永远逃离唐吉诃德家族。克拉松通过战国的关系得到了手术果实交易的时间地点，带着罗冒着暴风雨赶到小岛。克拉松欺骗战国说自己会与多弗朗明哥一同赶过来，战国将海军埋伏的地点告知给了克拉松。克拉松将小船停靠在岛的边缘，然后带着罗避开海军的埋伏，悄悄来到岛上。安顿好罗之后，克拉松一个人向山上的酒馆走去。在这里有一群梦想着发大财的海贼在这里喝酒庆祝。50亿贝利，那得打劫多少船只才能挣回来？如今这一颗小小的恶魔果实就值这么多的钱。在此之前，罗一直嫌弃克拉松基金果实的能力屁用没有，既不帅也没有杀伤力，而克拉松此时正是凭着基金果实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海贼们所在的饭馆，炸毁了仓库，打碎了灯笼，偷袭海贼成员，抢到恶魔果实，一切都进行得悄然无声，让这群海贼们一点防备没有。克拉松抱着手术果实向山下跑去，结果脚下一滑，直接从山上滚落下来。海贼们发现了克拉松，立刻围上来将他包围，枪声在空旷的雪山中响起。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